公司匿名八卦群里突然爆火了一个帖子，赌高冷女总裁多久会玩腻我这个职场小透明。然而热度最高的评论不是答案，而是那条可她的闺蜜私底下也在聊许清啊。前一秒还在推杯换盏的顶级商务会所，突然死寂一般安静。柳如烟抬起头，冷冰冰的扫了一眼在场的名媛闺蜜们，我拿你们当姐妹，你们在背后惦记我男人。包厢里那些和她从小玩到大的千金大小姐们纷纷冷汗直冒，开始拼命和我保持距离。不是的，如烟，你听我解释。坐在对面的红裙名媛琳娜结结巴巴的开口，我连许清的绿泡泡都没加。柳如烟冷笑了一声，身子往沙发后背一靠，那双好看的桃花眼微微眯起，没加绿泡泡，那是谁昨天在地下车库非要问他要不要坐你的法拉利顺风车？包厢里的气压瞬间降到了冰点。我坐在柳如烟身边，默默地吸了一口手里的旺仔牛奶，甜的。我那是看他打不到车，出于朋友的关心。琳娜的声音越来越小，我柳如烟的男朋友需要你来关心。柳如烟修长的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哒哒哒，每一下都像是敲在对面那群名媛的心脏上。许清脾气好，不代表我脾气好，今天把话放在这。柳如烟忽然转过头，原本冰冷的目光落在我身上时，瞬间化作一汪春水。她伸手捏了捏我的脸颊，这男人我宠着呢，谁敢动歪心思，别怪我翻脸不认人。周围传来一阵倒吸凉气的声音，几个平时高高在上的大小姐，此刻头摇得像波浪鼓。不敢，如烟你误会了。对，许清一看就是你的人，我们怎么敢呢？我看着他们瑟瑟发抖的样子，忍不住叹了口气，吃软饭的感觉真香啊。迈巴赫平稳地行驶在回家的路上，车厢里放着舒缓的轻音乐，挡板升起，隔绝了司机的视线。上一秒还在会所里大杀四方的冰山女总裁，此刻正像只猫一样靠在我的肩膀上。刚才没吓到你吧？柳如烟的声音软糯糯的，带着一丝撒娇的意味。没有，刘总威武霸气。我笑着打趣，他不满地抬起头，在我的下巴上轻轻咬了一口。下班时间还叫刘总，那叫什么？如烟姐姐，这还差不多。他满意的重新靠回我的肩膀，手指在我的胸口画着圈圈。那个琳娜平时就喜欢沾花惹草，你以后离她远点。天地良心。我举起3根手指，昨天是她突然冲出来拦我的路，我可是连看都没多看她一眼，直接扫了辆共享单车就跑了。算你识相。柳如烟轻哼了一声，嘴角却忍不住疯狂上扬。不过那个帖子说你要把我踹了，我故意逗她，哪个不长眼的乱发帖子，明天我就让网管部去查 IP， 直接开除。她瞬间炸毛，气鼓鼓的样子呢，还有半点上市集团总裁的影子。我反手握住她的手，十指紧扣。不用查了，反正他们很快就会知道我这碗软饭端得有多稳。柳如烟扑哧一声笑了出来，眼底满是星光。许清，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啊？要脸干嘛？要你就行了。第二天，公司，我刚踏进业务部的办公室，原本嘈杂的空间瞬间安静如鸡，所有人看我的眼神都充满了敬畏。很显然，昨晚商务会所的事情，加上那个被连夜封禁的帖子，已经让我的身份在公司彻底曝光了。清哥，早啊！平时总喜欢使唤我去复印文件的部门主管，今天居然主动给我端来了一杯手冲咖啡。主管客气了，我接过咖啡，似笑非笑。应该的。清哥以后在刘总面前多替咱们部门美言几句啊。我还没来得及说话，桌上的内部电话突然响了，是总裁办的专线。喂，电话那头传来柳如烟清冷又干练的声音，完全是公事公办的语气。许清，带上你们部门昨天的报表，马上来我办公室一趟。好的，刘总。挂断电话，周围的同事们纷纷投来艳羡的目光。我拿起文件夹，一路畅通无阻地来到了顶楼的总裁办公室。推开门，柳如烟正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黑色职业装，戴着金丝眼镜，气场全开。刘总，报表送来了。我一本正经地走过去，他抬起头，确认门已经关好后，下一秒，他摘下眼镜，张开双臂，嘴巴一瘪，老公，抱，开了一上午会，累死我了。我走过去，熟练地将这个身价100亿的女总裁抱进怀里，顺手帮她揉了揉太阳穴。中午想吃什么？我给你点外卖。想吃你做的糖醋排骨。她在我的腹肌上蹭了蹭，这可是公司，注意点影响。我笑着拍了拍她的脑袋。公司怎么了？整个公司都是我的，你也是我的。柳如烟扬起头，眼神霸道又迷恋。许清，你这辈子都别想逃出我的手掌心。然而幸福的时刻总是短暂的。次日上午，谁也没想到柳氏集团的股价竟突然直线下跌，死封在跌停板上。天穹计划的核心底层架构为什么会出现在远星科技的新闻发布会上？柳如烟，你必须给董事会一个交代。总裁办公室的隔音玻璃根本挡不住元老董事王总愤怒的咆哮。我端着一杯温水，靠在门外的墙上，冷眼看着里面剑拔弩张的局面。技术部已经查明，泄密源头就在你的办公室，使用的是最高访问权限。这意味着什么？你比我们清楚，内鬼就在你身边最亲近的人里。另一位李董敲打着桌面，语气咄咄逼人。柳如烟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脸色苍白，脊背却挺得笔直。给我3天时间，我会查出内鬼，给各位一个满意的答复。他的声音依旧清冷，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3天，远星科技早就把市场抢占光了，数百亿的损失谁来承担？你如果处理不了，就交出天穹计划的主导权，引咎辞职。王董毫不退让，眼神中满是贪婪与算计。就在这时，技术部主管张明突然站了出来，从文件夹里抽出一份报告。王董、李董，其实不用3天，我们刚刚追踪到了物理 IP， 数据传输发生在上周五晚8点，那台电脑的 MAC 地址属于刘总的私人备用笔电。此话一出，全场死寂。柳如烟猛地抬起头，死盯着张明，眼中满是难以置信。张明，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上周五晚8点，我根本不在公司。刘总，数据不会说谎，既然您不在公司，那能碰到您私人笔电的，恐怕只有您最信任的人了。张明低下头，不敢直视柳如烟的眼睛，但语气却异常坚定。
坚定，董事们瞬间炸开了锅。柳如烟，你还有什么好说的？连自己的私人电脑都管不好，你还有什么资格坐在这个位置上？我推开门，端着水杯径直走进去，将水杯轻轻放在柳如烟手边。各位董事，既然源头已经锁定在私人笔电上，那查监控就是了，何必在这里大动干戈？我扫了他们一眼，语气平静。监控，上周五晚上的监控恰好因为系统升级被覆盖了。许清，你一个靠女人吃饭的小白脸，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王董冷笑一声，满脸不屑。我没有理会他的嘲讽，只是伸手按在柳如烟微微颤抖的肩膀上，给他传递着力量。各位，刘总昨晚熬夜看报表，现在需要休息。既然没有直接证据，那逼宫的戏码就先停一停，有事明天再议。几个董事对视一眼，见今天确实无法直接把柳如烟拉下马，只能冷哼一声，拂袖而去。张明也赶紧夹着尾巴溜了出去。门刚关上，一个人影就急匆匆地冲了进来，是林娜。她穿着一身惹火的红裙，满脸焦急，一把抓住柳如烟的手，声音带着哭腔：如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一听说公司出事就赶过来了，查到是谁干的了吗？你可千万要挺住啊！林娜的语气恳切，但我却敏锐地捕捉到她的眼神并没有停留在柳如烟脸上，而是飞快地扫过办公桌上的几份机密文件，又看向一旁的电脑屏幕。柳如烟疲惫地揉了揉眉心，没有抽回手，声音透着深深的无力。还没查出来，源头在我的办公室，是我的私人笔电泄的密。天啊，那岂不是说明是你身边的人，连你的办公室都不安全了？你还能信谁？林娜捂住嘴，做出一副震惊的模样，眼底却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金光。我站在一旁，双手插在裤兜里，淡淡的看着这场拙劣的表演，决定给他加点料。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线索，我突然开口，故意压低声音。技术部那边虽然说监控被覆盖了，但我刚才联系了安保部的老熟人，他们说大楼的备用服务器里可能还存有一份加密备份，明天一早就能解开。林娜的身体猛地僵了一下，虽然只有一瞬间，但我看得清清楚楚。是吗？那太好了，希望能赶紧抓到那个内鬼。林娜干笑两声，眼神开始躲闪。如烟，你现在状态太差了，要不我留下来陪你吧？不用了。柳如烟抽出手，语气有些冷淡，我想一个人静一静。林娜咬了咬嘴唇，看了我一眼，转头又换上一副心疼的表情。那好，如烟，有需要随时找我，我永远站在你这边。说完，她踩着高跟鞋扭动着腰肢离开了办公室。柳如烟看着林娜离去的背影，又看了看空荡荡的办公室，眼神渐渐暗淡下来。你刚才说备用服务器有备份，是真的吗？柳如烟转头看向我，眼中燃起一丝希望。我摇了摇头，走到她身边，将她搂入怀中。假的，我骗她的。柳如烟愣住了，随即苦笑一声，整个人像是被抽干了力气，瘫软在椅子上。那些平时围着她转的闺蜜团，今天一个都没出现，连个问候的信息都没有。巨大的压力和被背叛的窒息感将她整个人笼罩。深夜，迈巴赫驶入别墅地库，一进家门，柳如烟连鞋都没换，直接扑进我怀里。她卸下了白天所有冰冷的伪装，身体微微颤抖，双手死死抓着我的衬衫。许清，我好像谁都不能信了。她的声音带着哽咽，泪水很快浸湿了我的胸口。上周五晚上，我根本不在公司，那台备用笔电放在抽屉里，只有我知道密码。可是那天下午，林娜来找我借过一次电脑，说她的没电了，要发个紧急邮件。真的是她，我们认识了10年，她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我紧紧抱着她，手掌在她单薄的后背上轻轻抚摸，我的眼神却没有丝毫慌乱，反而在这昏暗的客厅里闪烁着狼一般的锐利光芒。因为利益，因为嫉妒，因为远星科技给的筹码足够多，我低声说道，语气没有丝毫波澜。你把她当闺蜜，她却把你当成往上爬的垫脚石。柳如烟抬起头，眼眶通红，满脸脆弱。董事会逼我交出权力，技术部主管当众反水，林娜还在看我的笑话，他们都想看我倒下。我捧起她的脸，用拇指擦去她眼角的泪水，眼神变得无比深邃。商场如战场，越是这种时候，越不能自乱阵脚。他们想看你倒下，想看你众叛亲离，那我们就成全他们。柳如烟愣住了，呆呆地看着我。成全他们什么意思？我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抬起她的下巴，一字一句地说道，既然敌人想看戏，那我们就演一场大戏给他们看。林娜今天听到我说有监控备份，今晚一定会想办法销毁证据，或者联系远星科技商量对策。我要让他以为他赢了，我要让董事会以为你彻底垮了。只有当他们最得意忘形的时候，才会露出致命的破绽。柳如烟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眼中闪过一丝不可思议。可是我们要怎么演？我低头凑到她耳边，声音低沉而充满蛊惑。明天去公司，你当着所有人的面跟我大吵一架，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我头上，越激烈越好，然后把我开除。柳如烟猛地推开我，连连摇头，眼神中满是抗拒。不行，我绝不会把你赶走，现在我身边只有你了，如果你也走了，我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我再次将她拉入怀中，紧紧抱住，感受着她身体的颤抖。傻瓜，这只是演戏，我留在公司，林娜会有所顾忌，只有我被你扫地出门，她才会彻底放下戒心，觉得你已经失去理智，变成了一个可以任由她摆布的空壳。而且我不在公司，才能在暗中查清林娜和远星科技的资金往来，才能帮你拿到最致命的证据。可是我怕我演不好，我怕我真的会失去你。她的声音再次带上哭腔，双手死死攥着我的衣角。我亲吻她的额头，语气坚定不移，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信我就够了，老婆，我保证这场戏的结局只会是那些背叛你的人万劫不复。柳如烟靠在我的胸膛上，听着我强有力的心跳，身体渐渐停止了颤抖。良久，她抬起头，眼底的脆弱已经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往日的冷厉与决绝。好，我们演。我顺手拿起茶几上的手机，屏幕上跳出一条加密信息：老大，远星科技那边的资金流向已经锁定，林娜的海外账户确实有一笔异动，但还不足以定罪。我单手快速回复，继续盯死，明天我会给他创造一个绝佳的2次泄密机会，准备收网。发完信息，我将手机反扣在桌面上。柳如烟看着我的动作，眼神中闪过一丝疑惑。谁的信息？一个能帮我们把林娜送进监狱的朋友。我没有隐瞒，只是没有说出全部真相。柳如烟深吸了一口气，双手捧着我的脸，认真的端详着。许清，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你遇到这种事一点都不慌，甚至连退路都想好了？我笑了笑，将她拦腰抱起，走向卧室。我就是一个吃软饭的职场小透明，只不过我的饭碗谁也别想砸。明天上午10点，会议室，记得把水杯砸准一点。你真讨厌。她把头埋进我的颈窝，声音闷闷的。如果搞砸了，
我就真的只能跟你去天桥底下要饭了。放心，就算要饭，我也会给你讨一碗最甜的糖水。夜色渐深，窗外的霓虹灯闪烁不定，整座城市仿佛都陷入了沉睡。但在这个看似平静的夜晚，一场足以颠覆柳氏集团格局的暗流已经悄然涌动。林娜自以为掌控了全局，董事会自以为抓住了把柄，他们根本不知道，当猎物主动露出破绽的时候，往往才是猎人真正举起屠刀的瞬间。厚重的文件重重砸在我的胸口，散落的 A4 纸如同雪片般飞满整个总裁办公室。许清，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柳如烟指着我的鼻子，双眼气得通红，胸口剧烈起伏。你让我向董事会妥协，你让我放弃彻查内鬼，你是不是疯了？我弯腰捡起地上的文件，刻意压低声音，装出一副苦口婆心的懦弱模样。如烟，现在的局势对你太不利了，王董他们已经联合起来逼宫，远星科技又步步紧逼，如果我们继续深究内鬼，只会把事情闹得更大，不如暂避锋芒，先把天穹计划的后续项目稳住。稳住？核心数据都被人偷了，你让我拿什么稳住？柳如烟猛地拍击桌面，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白。我顶着全公司的压力保你，你现在却劝我低头。许清，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抬起头，眼神中闪过一丝受伤与不甘。我是为了你好，你现在已经被孤立了，再查下去，万一查出更难看的真相怎么办？你难道要把整个柳氏集团都搭进去吗？闭嘴！柳如烟抓起桌上的咖啡杯，狠狠砸在墙上，褐色液体四下飞溅。我柳如烟的字典里就没有妥协2个字，我以为你至少是个男人，能在关键时刻替我分担，没想到你就是个软弱无能的废物。门外的百叶窗外已经挤满了探头探脑的员工，我深吸一口气，故意放大音量，让外面的人听得清清楚楚。柳如烟，你不要太过分，我每天在公司受尽白眼，谁都说我是吃软饭的，我为了谁？我还不是为了你能坐稳这个位置？你现在出了事，就把火发在我身上，吃软饭你还觉得委屈了是不是？柳如烟冷笑连连，眼神冰冷的像是在看一个陌生人。你除了吃软饭还会干什么？遇到事情只会让我退缩，我养条狗都比你强。这句话像是一把尖刀，狠狠刺破了我们之间的空气。我死死咬着牙，双拳紧握，眼眶微红的盯着他。好，既然你这么看不起我，那我走，这破公司我也待够了。你以为你想走就能走得这么痛快吗？柳如烟伸手指着办公室的大门，声嘶力竭的怒吼：许清，你被开除了，现在就给我滚，带着你的东西，永远别让我再看见你。我深深地看了他一眼，那一眼包含了太多的绝望与心碎。随后我转身，头也不回地拉开办公室的大门。门外偷听的员工瞬间散开，每个人看我的眼神都充满了同情、鄙夷和幸灾乐祸。我快步走回自己的工位，扯过一个纸箱，胡乱地将桌上的私人物品扫进去。周围死一般的寂静，没有人敢在这个时候上前触眉头。就在我抱起纸箱准备离开时，一阵高跟鞋的脚步声停在了我的面前，一阵刺鼻的香水味扑面而来，是林娜。她今天穿了一件低领的黑色丝质衬衫，脸上挂着虚伪的关切。许清，你和如烟怎么吵得这么凶？如烟她现在正在气头上，说话难听了点，你一个大男人怎么就不能多包容包容她呢？我冷冷地看着她，嘴角勾起一抹讥讽。包容？她把我当狗一样骂的时候，你怎么不劝她包容我？林娜，你平时不是最喜欢在她面前说我的好话吗？今天怎么不进去帮我求求情？林娜被我噎了一下，眼底闪过一丝恼怒，但很快又被她用无辜的表情掩饰过去。我也是刚到，还没弄清楚状况呢。不过许清，你刚才劝如烟放弃彻查内鬼，确实不太合适。这件事对公司影响太大，怎么能说算就算了呢？她这是在试探我，想确认我是不是真的打算放弃调查。我冷笑一声，故意提高音量：查？怎么查？监控没了，数据断了，连技术部都反水了，他拿什么查？我只不过是让他认清现实，别再做无谓的挣扎。他倒好，把气全撒在我头上。我掂了掂手里的纸箱，眼神颓废。算了，反正我也被开除了，这烂摊子你们自己收拾吧。我祝你们早日抓到那个神通广大的内鬼。说完，我直接撞开他的肩膀，大步朝电梯走去。在电梯门关上的那一刻，我清楚地看到林娜嘴角扬起的那抹难以掩饰的得意笑容。鱼儿彻底放松警惕了，走出柳氏集团的大厦，刺眼的阳光让我微微眯起眼睛。我没有回头，径直穿过马路，拐进了一条偏僻的巷子。一辆黑色越野车悄无声息地停在巷子深处。我拉开车门，坐进后排，随手将纸箱扔在旁边。原本脸上的颓废与愤怒瞬间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极致的冷静。坐在驾驶座上的黑客猎豹转过头，递给我一台特制的平板电脑。老大，戏演得不错啊！我在外网都看到柳氏集团内部群的八卦截图了，说你被刘总骂得像条丧家之犬。我接过平板，指尖在屏幕上快速滑动。丧家之犬才能让猎人放松警惕。林娜那边有什么动静？猎豹收起玩笑的神色，神情变得严肃。你离开公司后，林娜去了总裁办公室，待了不到10分钟就被刘总赶出来了。柳总把自己锁在里面，连午饭都没吃。林娜倒是心情不错，还在茶水间和几个高管聊了会儿天，话里话外都在暗示刘总精神状态出了问题。我冷哼一声，调出柳如烟办公室的隐藏监控画面。画面里，柳如烟正趴在办公桌上，肩膀微微抽动，看起来像是在哭泣，但只有我知道，她是在强忍着笑意，因为就在刚才，她发信息抱怨我刚才扔文件砸疼了她的手背。林娜的海外账户查得怎么样了？我切换界面，看着一串串复杂的资金流向图。有新发现，猎豹敲击着键盘。远星科技的财务总监今天上午通过3个空壳公司向林娜的一个离岸账户汇入了200万美金，备注是咨询费。200万买柳氏集团的核心技术，这价格太便宜了。我摸了摸下巴，眼中闪过一丝金光，这只是定金，林娜手里肯定还有更重要的东西没交出去。天穹计划的底层架构虽然泄露了，但最核心的加密算法还在刘总的私人服务器里，林娜一定是想找机会拿到那个算法。我点了点头，嘴角勾起一抹冷酷的弧度。所以我们需要给他创造一个绝佳的机会，一个柳如烟彻底崩溃、防线全开的机会。夜幕降临，城市的霓虹灯撕裂了黑暗。Mix 酒吧 VIP 卡座，我坐在酒吧2楼的隐蔽包厢里，透过单向玻璃，居高临下的注视着1楼角落里的柳如烟和林娜。猎豹将监听耳机的音量调大，2个女人的声音清晰地传入我的耳朵。柳如烟面前摆满了空酒瓶，她双眼迷离，脸颊绯红，手里还死死抓着一杯威士忌，显然已经喝得酩酊大醉。呵，接着喝，今天谁也不许拦我。柳如烟大着舌头，把酒杯重重磕在桌面上。林娜坐在一旁，伸手夺下她的酒杯，满脸心疼地拍着她的后背。如烟，你别喝了。
了，为了一个男人把自己折磨成这样，不值得。男人，他算什么男人？柳如烟突然崩溃的大哭起来，一把抱住林娜的肩膀。娜娜，你知道我有多难受吗？我顶着董事会那么大的压力，我以为他会站在我这边，结果他呢？他让我认输，他居然让我认输。柳如烟哭得撕心裂肺，毫无平日里高冷女总裁的形象。我坐在楼上，听着她逼真的哭腔，忍不住在心里给她颁了个最佳女主角。我知道你委屈。林娜一边轻抚着柳如烟的头发，一边用温柔的声音安慰：许沁那种人，本来就是个只会依附于你的废物，平时看着听话，遇到真事了，骨子里的软弱就全暴露出来了，关键时刻只会拖你的后腿，没了他就没了。以后姐姐给你介绍更好的，比他帅，比他有本事，绝不让你再受这种委屈。林娜嘴上说着心疼，但我透过高倍望远镜，清晰的看到她眼底闪烁的那抹得意与轻蔑。她看着柳如烟的眼神，就像是在看一个已经被彻底击溃的失败者。娜娜，现在连他都走了，我身边真的没人了。柳如烟抬起头，醉眼朦胧的看着林娜。董事会明天就要召开特别会议，他们要罢免我，他们要把天穹计划抢走。林娜的眼睛猛地亮了一下，语气却更加轻柔。如烟，你别怕，你还有我啊！就算董事会发难，只要天穹计划的核心算法还在你手里，他们就不敢把你怎么样。那个算法你没放在公司吧？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我握紧了耳机，屏住呼吸，听着柳如烟的回答。柳如烟打了个9格，毫无防备的摆了摆手，没，我怎么可能放在公司？我把它锁在我办公室休息间的保险柜里了，密码只有我知道。明天我就算死也不会把算法交给他们。说完这句话，柳如烟头一歪，彻底倒在沙发上醉死过去。林娜推了推柳如烟的肩膀，轻唤了2声：如烟，你醒醒！确认柳如烟毫无反应后，林娜脸上的伪善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她嫌弃地推开柳如烟靠过来的身体，抽出纸巾擦了擦被柳如烟碰过的衣服，然后拿起手机，快步走向酒吧的洗手间。猎豹切入洗手间的监控频段，我立刻下令。屏幕上很快出现了洗手间走廊的画面。林娜走进一个隔间，确认四周无人后，拨通了一个号码。我戴着耳机，将音频处理系统开到最大。电话接通，那头传来一个低沉的男声：林小姐，事情办得怎么样了？林娜压低声音，语气中透着按捺不住的兴奋。障碍已经彻底清除，许沁那个废物今天上午被柳如烟当众开除了。柳如烟现在就是个被抽掉主心骨的空壳子，在酒吧喝得烂醉如泥。很好，那核心算法的下落呢？套出来了。林娜得意地笑了一声，就在她办公室休息间的保险柜里。明天上午10点董事会召开特别会议，她一定会被那群老家伙缠住，那就是我们动手的最佳时机。电话那头的男人轻笑了一声，干得漂亮，只要明天拿到核心算法，远星科技的副总位置就是你的，尾款500万美金也会立刻打入你的账户。放心吧，柳如烟现在对我深信不疑，明天我会主动请缨留在她办公室帮她整理文件，拿到算法易如反掌。林奈眼中闪过一丝狠戾，我要让她眼睁睁看着自己辛辛苦苦建立的帝国彻底土崩瓦解。通话结束，我摘下耳机，眼神冷得像结了冰的湖面。老大，明天上午10点，他们要动保险柜。猎豹转头看向我，手指已经在键盘上待命。我们要不要提前把保险柜里的东西换掉？我摇了摇头，嘴角勾起一抹残酷的冷笑。不用换，把真的算法留在里面，但在算法的底层代码里植入幽灵木马程序。猎豹倒吸了一口凉气。幽灵木马，一旦远星科技把这个算法接入他们的主系统，幽灵就会瞬间瘫痪他们所有的服务器，并且将他们窃取商业机密的证据全部打包发送到警方的内网。老大，你这是要将远星科技直接连根拔起啊！他们既然敢把手伸到我老婆的盘子里，就要做好被剁掉爪子的准备。我站起身，理了理外套的领口，去接如烟回家。戏演完了，该让女主角下场休息了。凌晨3点，别墅的主卧里只留了一盏昏暗的壁灯。我洗完澡，擦着头发走出浴室，柳如烟正靠在床头，手里端着一杯温牛奶，哪里还有半点醉酒的模样。她看着我走过来，立刻放下杯子，张开双臂扑进我怀里，演得好累，想抱抱你。他们信了吗？我顺势将她搂紧，下巴抵在她的发丝上，闻着她身上淡淡的沐浴露香气。影后辛苦了，鱼儿已经迫不及待要咬钩了。柳如烟在我的胸口蹭了蹭，仰起头，眼中闪烁着狡黠的光芒。林奈信得透透的，她在酒吧套我话的时候，眼睛都快冒绿光了，我都怕我装醉装的不像被她看穿，幸好她太迫不及待了。我轻笑一声，拿起放在床头柜上的手机，屏幕上刚好跳出猎豹发来的信息：木马已植入，陷阱布置完毕。我将手机屏幕在柳如烟面前晃了晃，低头在她的唇上印下一个深吻。明天上午你就安心去开你的董事会，剩下的事情交给我。柳如烟搂住我的脖子，眼神渐渐变得锐利而坚定。明天我要让王董他们知道柳氏集团到底是谁说了算，我也要让林娜明白背叛我的下场。我抚摸着她的脸颊，声音低沉而充满杀气。放心，明天的戏码会更加精彩，我会让林娜亲手打开那扇通往地狱的大门。窗外的夜色浓重如墨，黎明前的黑暗总是最为深邃。林娜以为她清除了我这个障碍，以为她掌控了柳如烟的软肋，但她永远不会知道，真正掌控全局的猎手一直都在暗处，静静地看着她一步步走进早已编织好的罗网。明天天穹计划将迎来她真正的涅槃，而那些企图摧毁她的人必将付出惨痛的代价。我坐在猎豹的黑色越野车里，眼睛死死盯着屏幕上的监控画面。柳氏集团顶层会议室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柳如烟单手撑着额头，脸色苍白如纸，眼底全是熬夜留下的血丝。林娜坐在她身旁，俨然一副总裁特助的派头，手里拿着一叠厚厚的文件。王董提出的保守型补救方案根本行不通。林娜环视着在座的各位高管，语气充满蛊惑。远星科技现在步步紧逼，市场份额每天都在缩水，我们如果继续保守防御，只能等死。几位老臣面面相觑，脸色铁青。林娜转过头，伸手附在柳如烟的手背上，声音瞬间变得温柔：如烟，我知道你现在压力很大，但天穹计划的衍生激进方案我已经找专家评估过了，虽然风险高，但这是我们唯一能绝地反击的机会。柳如烟抬起头，眼神空洞地看着林娜：你确定这个方案能行？我向你保证。林娜信誓旦旦地拍着胸脯：我怎么可能拿你的心血开玩笑？现在许沁不在了，你身边只有我能帮你分担这些了。柳如烟沉默良久，猛地一拍桌面：就按林娜说的办，全面启动激进方案，散会。几个老董事气得浑身发抖，指着柳如烟的鼻子骂了几句昏君，拂袖而去。会议室里很快
快只剩下他们2个人。林娜低着头整理文件，嘴角勾起一抹掩饰不住的狂喜。她以为她成功引导了柳如烟的决策，她根本不知道那个所谓的激进方案底层逻辑里埋着我亲手编写的死循环代码。一旦远星科技将这个方案接入他们的系统，整个数据链就会在瞬间崩溃。半小时后，林娜出现在市中心一家隐蔽的私人咖啡馆包厢，猎豹的监听程序早已锁定了她的手机麦克风。方案拿到了，柳如烟现在对我言听计从，她已经被董事会逼得走投无路了。林娜的声音透着按捺不住的贪婪。坐在她对面的远星科技副总发出一声冷笑：干得漂亮，只要这份激进方案上线，柳氏集团的资金链就会彻底断裂，到时候我们就能以最低的价格收购天穹计划的全部专利。那我应得的报酬呢？林娜急切地追问。放心，远星科技10%的干股，1分都不会少你的。事成之后，你就是我们远星的首席战略官。合作愉快。我摘下耳机，眼神冰冷的没有一丝温度。10%的干股，真是一笔诱人的筹码。可惜他没命啊。下午2点，我换上一身廉价的服务生制服，站在一家街角小咖啡馆的吧台后，擦拭着玻璃杯。这是猎豹名下的一处隐蔽据点。今天我是这里唯一的员工。门被用力推开，林娜踩着限量版高跟鞋，戴着墨镜，像只骄傲的孔雀般走了进来。她环顾四周，目光锁定在我身上，眼底立刻浮现出浓浓的轻蔑与嘲弄。给我来一杯你们这最贵的龟下。她走到吧台前，将那只价值几十万的爱马仕包随手扔在桌上，拉开高脚凳坐下。我低着头，默不作声地转身去拿咖啡豆。许清，早就跟你说过，靠女人是靠不住的。林娜摘下墨镜，语气里满是居高临下的施舍。现在被如烟扫地出门，只能在这种破地方端盘子，滋味不好受吧？我停下手中的动作，肩膀微微颤抖，装出一副极度屈辱却又无可奈何的模样。你来干什么？看我笑话吗？怎么会呢？我这人就是心软，见不得熟人落魄。林娜冷笑一声，从包里抽出一张名片扔在吧台上。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个工作？虽然比不上你在如烟身边吃软饭来钱快，但去远星科技当个保安，至少能养活你自己。我猛地抬起头，双眼通红地瞪着他。我不去远星科技，你滚！脾气还挺大。林娜的虚荣心在这一刻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她凑近吧台，双手托着下巴，眼中闪烁着恶毒的光芒。你看，没了你，如烟还不是得靠我？她那种女人看着强势，其实蠢得很，离了男人根本不行。现在被我耍得团团转，还把我当成唯一能信任的闺蜜。她捂着嘴笑得花枝乱颤，那副小人得志的丑陋嘴脸暴露无遗。你真以为你赢了？我咬着牙，声音从喉咙里挤出来。不然呢？天穹计划的核心数据马上就是远星科技的了。柳氏集团撑不过这个月底，柳如烟马上就会变成一无所有的穷光蛋，而我将是远星科技的股东。林娜肆无忌惮地炫耀着，根本没把我这个落魄的废物放在眼里。她没有注意到我胸口衬衫口袋里别着一支普通的黑色钢笔，笔帽上的微型摄像头正将她说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微表情清晰无误地传送到猎豹的云端服务器。我深吸一口气，强压下眼底的嘲弄，换上一副不甘心的表情。你别太得意，柳如烟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你拿到的激进方案根本不是她最后的底牌。林娜的笑声戛然而止，她猛地站起身，眼神瞬间变得锐利如刀。你什么意思？她还有什么底牌？我装作失言的样子，立刻闭上嘴，转身拿起抹布用力擦拭着吧台。林娜一把抓住我的手腕，尖锐的指甲深深掐进我的肉里。许清，把话说清楚，她到底还藏了什么？我用力甩开她的手，满脸抗拒的后退2步。我凭什么告诉你？你以为我会出卖她吗？出卖？他都把你像条狗一样踢开了，你还替他守秘密，你贱不贱啊？林娜冷笑连连，直接拉开手提包的拉链，掏出2沓厚厚的现金砸在吧台上，告诉我这些钱就是你的，足够你在这个破地方干大半年了。我看着桌上的钱，喉结滚动了一下，眼神中流露出一丝恰到好处的挣扎与贪婪。这丝贪婪是我故意演给他看的诱饵。天穹计划还有一个 B 计划。我咬着嘴唇，声音压得很低，仿佛生怕被人听见，那才是真正能颠覆整个行业的核心算法。之前的激进方案只是他用来吸引火力的幌子。林娜的呼吸瞬间变得急促起来，眼中爆发出狂热的光芒。B 计划在哪里？我不知道具体内容，但我以前帮他重装电脑系统的时候，无意间看到过一个隐藏的加密路径。我顿了顿，抛出最后的致命毒药，就在他办公室主机地盘的一个隐藏文件夹里，密码是他的生日加上我的名字缩写。林娜死死盯着我，目光中充满审视，似乎在判断我的话有几分真假。我迎着他的目光，满脸都是被抛弃后的怨恨与疯狂。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钱我不要，我只要看着他柳如烟一无所有，我要让他跪下来求我。林娜大笑起来，笑声尖锐刺耳，回荡在空荡荡的咖啡馆里。许清，你真是一条好狗，可惜咬错了主人。他抓起桌上的包，连那杯最贵的咖啡都没看一眼，转身快步冲出咖啡馆。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街道拐角，我慢慢直起腰，脸上的颓废与屈辱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抽出胸口的钢笔，按下停止录制键。猎豹，视频收到了吗？蓝牙耳机里传来猎豹兴奋的声音。收到了老大，画面高清无码，音质完美无瑕。这女人简直蠢得不可救药，自己把罪证全抖出来了。我将桌上的2万块现金扫进抽屉，慢条斯理地脱下服务生制服，把伪造的 B 计划文件放到指定路径，顺便在里面加点料。只要他敢插上 U 盘拷走，远星科技的内网就会立刻变成我们的后花园。明白？我已经把幽灵木马的变种程序植入进去了，保证让他们有来无回。夜幕低垂，城市的霓虹灯撕裂了黑暗。明天晚上就是柳氏集团1年1度的年度晚宴。我坐在越野车里，看着不远处灯火通明的柳氏大厦，手机屏幕亮起，我将剪辑好的高清视频和那份伪造的 B 计划文件打包发送给柳如烟，随后附上一条简短的消息：所有证据已集齐，陷阱已布好，年度晚宴就是我们的审判庭。几秒钟后，柳如烟直接把电话打了过来，我按下接听键。老公，我快憋疯了。电话那头，柳如烟的声音透着极度的疲惫，却又压抑着即将复仇的兴奋。林娜下午突然跑回办公室，借口帮我整理资料，在我的电脑前鼓捣了半天。我假装去洗手间，从门缝里看到
到他拷走了一个文件，他拷走的是我给他准备的催命符。我靠在椅背上，嘴角勾起一抹冷酷的弧度。远星科技今晚一定会迫不及待地验证 B 计划的真伪，一旦他们接入主系统，我们就可以收网了。明天晚宴，王董他们准备联合远星科技的副总，当众宣布罢免我的总裁职务。林娜也会作为远星科技的新任股东出席。柳如烟冷哼一声，他们想在全城名流面前把我踩死，那就让他们踩，爬得越高，摔下来的时候才会粉身碎骨。我眼神微眯，杀意在车厢内弥漫。明天晚上我会准时出现，我等你。挂断电话，我点燃一根烟，任由烟雾在指尖缭绕。林娜以为她窃取了柳氏的机密，以为她拿到了远星的肝，以为她把我踩在了脚下。她甚至以为自己是这场商战中最聪明的知棋者。她根本不知道，她窃取的每一份文件，她走的每一步棋，都是我亲手为她打造的绝路。她越是猖狂，脖子上的绞索就勒得越紧。明天晚宴，当所有人都以为柳如烟将要倒台时，我会让他们亲眼看看背叛者是如何坠入地狱的。我坐在柳氏大厦安保中心的监控台前，目光死死锁定着屏幕上的宴会厅。今晚这里将是一场没有硝烟的屠杀。宴会厅内衣香鬓米，名流云集。远星科技的 CEO 作为特邀嘉宾，正端着高脚杯，和柳氏集团的几位老董事谈笑风生。他看向主桌的眼神中，毫不掩饰那种胜利者独有的傲慢与轻蔑，仿佛柳氏集团已经是他的囊中之物。林娜穿着一身深 V 的耀眼红裙，紧紧贴坐在柳如烟身边，她俨然一副新权力核心代言人的姿态，不时凑到柳如烟耳边低声细语：“如烟，等会儿不管发生什么，你都要挺住，我会一直陪着你的。”林娜的声音透过猎豹提前安装的微型监听器，清晰地传入我的耳机，那语气里充满了虚伪的关切，眼底却闪烁着压抑不住的兴奋与恶毒。她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见证柳如烟被罢免的历史时刻，想要看着这个高高在上的女总裁跌入泥潭。柳如烟穿着一袭剪裁得体的黑色高定晚礼服，冷艳高贵。她没有抽出被林娜握着的手，只是端起面前的冰水抿了一口，淡淡的回了一句：“是吗？那你可要睁大眼睛看清楚啊！”晚宴进行到一半，大厅的璀璨水晶灯骤然暗下，只留下一束追光打在舞台中央。集团老董事长拄着拐杖，在2名助理的搀扶下步履蹒跚地走上台。他清了清嗓子，原本满是皱纹的脸上瞬间换上了一副痛心疾首的表情。各位来宾，各位同仁，今天本该是个庆祝丰收的高兴日子，但柳氏集团最近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危机。天穹计划核心数据泄露，公司股价连续跌停。作为创始人之一，我痛心啊！全场鸦雀无声，所有人的目光都如利剑般聚焦在主桌的柳如烟身上。老董事长将拐杖重重拄在地上，语气突然变得凌厉无比，图穷匕现。公司需要对全体股东负责，对上万名员工负责。鉴于现任总裁柳如烟在管理上的重大失职，我提议启动紧急董事会程序，进行现场投票，决定柳总裁的去留。几个早已被收买的董事立刻站起身，大声附和。我赞成，柳如烟必须引咎辞职，给市场一个交代。柳氏百亿基业绝不能毁在一个意气用事的女人手里。远星科技 CEO 坐在台下，嘴角勾起一抹讥讽的微笑，举起酒杯遥遥敬了柳如烟一下，仿佛在庆祝猎物终于落网。林娜的身体激动得微微发抖，她用力握紧柳如烟的手，凑到她耳边用极低的声音催促：“如烟，认输吧，你斗不过他们的，主动交出总裁的位置，至少还能保留一点体面，别再垂死挣扎了。”我看着监控屏幕里林娜那张因为贪婪而扭曲的脸，冷笑一声，按下通讯器。猎豹，切断宴会厅所有出口的门禁，准备放映。收到老大，大戏开场。宴会厅里，所有人都以为大局已定，等待着柳如烟痛哭流涕，黯然退场。柳如烟却缓缓站起身，她没有看身边的林娜，也没有理会台上叫嚣的老董事长，而是径直走向舞台，高跟鞋踩在厚重的红毯上，步伐稳健，气场全开，宛如即将加冕的女王。她从老董事长手里拿过话筒，目光如刀般扫过全场。投票就不必了。柳如烟的声音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却带着令人窒息的压迫感。在各位决定我的去留之前，我想请大家看一段朋友送给我的礼物。老董事长脸色骤变，伸手想要去抢话筒。柳如烟，你还想耍什么花招？现在是严肃的董事会程序，容不得你胡闹。闭嘴！柳如烟冷冷地吐出2个字，眼神中的凛冽杀气让老董事长不自觉地后退了一步。话音刚落，宴会厅四周的8块巨型 LED 屏幕瞬间同时亮起，画面清晰无比，正是市中心那家隐蔽的私人咖啡馆。屏幕里，林娜戴着墨镜，坐在远星科技副总对面。方案拿到了，柳如烟现在对我言听计从，她已经被董事会逼得走投无路了。林娜贪婪的声音在顶级音响的加持下，回荡在宴会厅的每一个角落。远星科技10%的干股，1分都不会少你的。事成之后，你就是我们远星的首席战略官。副总的声音紧随其后，全场瞬间陷入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不敢置信地看着大屏幕，又转头看向主桌上的林娜。林娜脸上的笑容彻底僵住，血色在一瞬间退得干干净净，仿佛被人抽干了灵魂。她猛地站起身，身体却不受控制的剧烈摇晃，双腿一软，整个人瘫软在椅子上。不，这不是真的，这是合成的，这是诬陷。林娜死死抓着桌布，嘴里语无伦次的喃喃自语，精心打理的头发散乱下来，狼狈不堪。但这仅仅是个开始，画面一转，变成了猎豹那家街角咖啡馆的监控视角。林娜嚣张跋扈的脸占据了整个屏幕。你看，没了许清，如烟还不是得靠我？她那种女人看着强势，其实蠢得很，离了男人根本不行。现在被我耍得团团转，还把我当成唯一能信任的闺蜜。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钱我不要，我只要看着她柳如烟一无所有，我要让她跪下来求我。每一句话，每一个恶毒的表情，都被高清摄像头记录得清清楚楚，毫无保留地展现在所有名流和媒体面前。宴会厅里彻底炸开了锅，名流们交头接耳，董事们面面相觑。那些原本准备投票罢免柳如烟的人，此刻全都像是被掐住了脖子的鸭子，发不出一丝声音。柳如烟站在台上，居高临下地看着瘫软成一滩烂泥的林娜，眼神中只有无尽的嘲讽与冰冷。林娜，这就是你说的一直陪着我？林娜拼命摇头，眼泪冲刷着精致的妆容，她连滚带爬的想要冲上台去抓柳如烟的裙角，却被迅速赶来的安保人员死死按在地上。如烟，你听我解释，我是被逼的，是远星科技逼我的，你原谅我，我们是10年的闺蜜啊，10年闺蜜就值10%的干股。柳如烟冷笑一声，转头看向台下脸色
色铁青的远星 CEO。远星 CEO 猛地站起身，额头上青筋暴起，指着台上的大屏幕怒斥：“一派胡言！柳如烟，你竟然用这种低劣的 AI 合成视频来污蔑远星科技，简直是商业竞争的耻辱！这种伪造的证据也想污蔑人，我要让律师起诉你！”台上的老董事长也如梦初醒，赶紧抓住这根救命稻草，大声附和：“对，简直是胡闹！柳如烟，你为了保住总裁的位置，竟然不择手段编造谎言！保安，把屏幕关掉，立刻进行投票！柳氏集团不能留这种满嘴谎言的人！”我看着监控画面里那些垂死挣扎的丑恶嘴脸，伸手扯松了领带，站起身。猎豹，把最后一份大礼准备好，封锁大厦所有网络接口。收到，老大。幽灵木马已经就位，随时可以引爆。我整理了一下剪裁笔挺的黑色西装，推开监控室的门，大步走向宴会厅。宴会厅内，几名被收买的安保人员正准备强行切断大屏幕的电源，场面即将陷入彻底的混乱。就在这时，宴会厅沉重的双扇雕花大门被人在外面用力推开，大厅里的灯光瞬间汇聚到门口。我逆着走廊明亮的光线，踏入这片属于我的战场。全场的目光瞬间被吸引过来，我身形挺拔，目光沉静而锐利，如同巡视领地的狼王，冷冷地扫过全场。那些曾经嘲笑我吃软饭、鄙视我一无是处的董事们，此刻触碰到我的眼神，竟不自觉地避开了视线，仿佛被某种无形的压迫感扼住了喉咙。我迈开长腿，一步步穿过人群，走向舞台。琳娜趴在地上，难以置信地看着我，仿佛看到了从地狱爬出来的恶鬼。许沁，你不是被赶走了吗？你这个废物怎么会在这里？我连个多余的眼神都没给他，径直走到柳如烟身边。柳如烟看着我，眼底的冰冷瞬间融化，嘴角勾起一抹惊艳全场的明媚笑容。她自然地挽住我的胳膊，将头靠在我的肩膀上，姿态亲密而依赖。我反手握住她的手，十指紧扣，随后抬起头，目光直刺台下的远星 CEO 和老董事长。合成视频，我冷笑一声，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进每个人的耳朵里。既然李总觉得视频是假的，那我们不如来看看点真的东西。我站在柳如烟身边，迎着全场几百道错愕的目光，从容地接过她递来的话筒。柳如烟的手指顺势挽住我的臂弯，她的脊背挺得笔直，脸上重又绽放出那种骄傲而明媚的笑容。李总、王董，大家晚上好。我环视四周，目光在那些曾经嘲笑过我的人脸上一一掠过，重新认识一下。柳如烟拿过话筒，声音冰冷而骄傲，清晰地响彻整个宴会厅。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爱人许沁。她顿了顿，眼神骤然变得凌厉，宛如出鞘的利剑。同时，她也是我们柳氏集团新聘请的首席信息安全顾问。全场哗然，老董事长的拐杖重重拄在地上，指着我们怒斥：荒唐！柳如烟，你为了保住这个小白脸，竟然给他安插这么重要的职位，你把公司当成什么了？远星科技的李总更是发出一声嗤笑，满脸都是胜利者的傲慢。刘总，就算你给他套上龙袍，他也不过是个吃软饭的。你们柳氏的底裤都被我们看穿了，现在弄个保安头子出来顶罪，不觉得太晚了吗？天穹计划注定是我们远星的囊中之物。我没有理会他们的嘲讽，直接打开手中的平板电脑，手指在屏幕上快速滑动，大厅四周的8块巨型屏幕瞬间切换画面。李总，你是不是觉得琳娜交给你的那份计划是天穹项目的核心算法？我直视着李总的眼睛，语气平静的像在谈论天气。李总脸上的笑容微微一僵，但很快恢复镇定。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什么计划？我们远星科技向来注重自主研发，是吗？我按下回车键，大屏幕上立刻跳出一长串复杂的链路追踪图。半小时前，远星科技的中央服务器接收了一份来自外部的加密文件，你们的技术团队迫不及待地将其接入了主系统进行解析。我看着李总越来越难看的脸色，一字一句的陈述。可惜，那不是什么核心计划，那是我花了一整晚时间专门为你们远星科技编写的幽灵木马。台下顿时一片死寂，李总猛地瞪大眼睛，指着我的手开始剧烈颤抖。你干了什么？没干什么。我将平板投屏放大，只是让木马顺便打包了你们远星科技过去3年里通过后门程序窃取同行机密的全部证据，顺便也查了查你们的财务账本。屏幕画面再次闪烁，跳出一份清晰的银行流水账单。李总通过3个海外空壳公司向琳娜的离岸账户分批转账200万，备注是咨询费。我转头看向瘫倒在地的琳娜，声音冷酷：琳娜，这笔钱你花得安心吗？琳娜捂住耳朵，拼命摇头尖叫：不要放了，快关掉！如烟，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李总额头青筋暴起，猛地冲向舞台，大声咆哮：你这是非法入侵！我要告你！我要让你们柳氏集团倾家荡产！省省吧，李总！我冷冷地看着他，伪造的计划钓到了一条大鱼。你刚才亲口承认接入了外部文件，这叫主动窃取商业机密。至于证据怎么来的，留着去跟调查科解释吧。大厅的厚重木门被人从外面用力推开，几名身穿制服的商业犯罪调查科人员面容严肃地走进会场，带队的人径直走到李总面前，亮出证件。李总，我们接到10名举报，并掌握了确凿证据，怀疑你涉嫌重大商业间谍案及洗钱，请跟我们走一趟。李总面如死灰，双腿一软，直接跌坐在椅子上。他引以为傲的商业帝国在这一刻彻底崩塌。2名调查人员上前，一左一右将他架起，另外2名人员走向舞台边缘，将瘫在地上的琳娜拉了起来。琳娜疯狂挣扎，眼泪冲刷着精致的妆容，她死死盯着柳如烟，发出绝望的哀嚎：如烟，看在我们10年闺蜜的份上，你帮帮我，我不想坐牢，我真的不想坐牢啊！柳如烟居高临下的看着他，眼神中没有一丝怜悯，只有无尽的冷漠。从你把我的底牌卖给远星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已经不是朋友了，带走！调查人员没有给琳娜继续纠缠的机会，直接将2人押出会场，大门重新关上，隔绝了琳娜凄厉的哭喊声。整个宴会厅鸦雀无声，所有的名流、股东、高管全都屏住呼吸，连大气都不敢喘。他们看向我和柳如烟的眼神，已经从最初的鄙夷变成了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柳如烟缓缓转过身，目光如刀刃般扫过主桌上那几位曾经逼宫的董事。老董事长和王董此刻早已没了刚才的嚣张气焰，2人脸色惨白，冷汗顺着额头不断往下流。王董、老董事长，柳如烟的声音不大，却带着无可撼动的绝对权威。刚才你们说要启动紧急程序，罢免我的总裁职务。王董浑身一哆嗦，连连摆手，声音结巴：没
没有的事。刘总英明神武，带领公司渡过难关，我们全力支持。是啊是啊，都是远星科技太狡猾，我们也是受害者啊。其他董事赶紧附和，生怕表态晚了被清算。柳如烟冷笑一声，眼神中满是不屑。感谢各位的关心，不过既然大家对公司的管理这么上心，从今天起我会提请董事会重新评估某些人的履职资格。他顿了顿，语气彻底降至冰点。那些吃里扒外企图分裂公司的人，最好自己把辞呈交上来，否则远星的李总就是你们的下场。一句话彻底宣告了他在集团内部无可撼动的统治地位，没有人敢反驳，没有人敢提出异议。这场精心策划的逼宫大戏，最终以柳如烟的全面胜利和背叛者的万劫不复而落幕。晚宴草草结束，喧嚣散去，柳氏大厦顶层的总裁办公室里，只剩下我和柳如烟两个人。厚重的隔音门将外界的一切纷扰彻底挡在门外。我刚松开领带，还没来得及喘口气，一股大力突然从胸前传来。柳如烟一把揪住我的衬衫领口，将我用力按在柔软的真皮沙发上。她跨坐在我的腿上，居高临下的看着我，原本冰冷强势的眼神，此刻却变得迷离又危险。许清，你今天胆子很大。她修长的手指捏住我的下巴，微微用力，强迫我直视她的眼睛。在咖啡馆里骂我蠢，说我离了男人不行，还说要让我跪下来求你。我看着她近在咫尺的绝美脸庞，闻着她身上淡淡的红酒香气，忍不住苦笑。老婆，那都是演戏给琳娜看的，不然她怎么会乖乖上钩？演得那么像，连我都差点信了。她冷哼一声，眼神中却透着一丝掩饰不住的笑意。骂我的时候是不是很爽？是不是该罚？该罚！我毫不犹豫的点头。她俯下身，带着惩罚意味的咬上我的嘴唇，没有多余的动作，只有唇齿间激烈的交锋。她咬得很用力，似乎要将这几天承受的所有压力、委屈和恐惧，全都通过这个吻发泄出来。我没有反抗，只是笑着揽住她纤细的腰肢，任由她肆意妄为，直到两人都有些喘不过气，她才微微退开，额头抵着我的额头，胸口剧烈起伏。许清，你知不知道，当你被我赶出办公室的那一刻，我有多害怕你真的不回来了？她的声音微微颤抖，卸下了所有的防备与坚强。我收紧手臂，将她紧紧贴向自己的胸膛，低声笑道：任凭柳总处置，不管你赶我走多少次，我都会回来。我看着她的眼睛，语气变得无比认真，因为我的世界里底牌从来都只有你一个。柳如烟愣住了，眼眶瞬间泛红，她没有说话，只是将脸深深埋进我的颈窝，双手死死搂住我的脖子。窗外是这座城市璀璨的万家灯火，室内是只属于我们两人的浓情蜜意。经历了背叛、算计和生死博弈，那些曾经试图摧毁我们的人，已经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而我们依然紧紧相拥。柳如烟在我怀里轻轻蹭了蹭，发出一声满足的叹息。许清，幸好有你。我低下头，在她光洁的额头上印下深深的一吻。傻瓜，我们永远都会在一起。